男人扭头朝着对面大楼看去，只见一只丧尸正直勾勾地看着他。达里尔见状表示这里不能再待了，于是便带着伊莎准备离开，却不料刚打开大门，外面竟挤满了丧尸，想要从正门出去显然有些费劲。很快伊莎带着他来到了后门，可出来后俩人便愣在了原地。只见前方有个丧尸小女孩，在丧尸病毒的摧残下，孩子永远留在了花一样的年纪。鲁格本想上前将其解决，却被伊莎给拦了下来，因为他认出了这是曾经邻居家的孩子。13年前丧尸病毒刚爆发的时候，他还安慰过小女孩，让其乖乖地待在家里，不曾想却是这样的结果。达里尔见伊莎不忍心动手，也就打算从一旁绕过去，可孩子挣扎的动作却是将一旁的花盆碰倒了，声音吸引了楼上的丧尸，接着便有一只从楼上掉了下来，直接摔成了肉泥，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必须得赶紧离开了，否则不知道还有多少丧尸会被吸引过来。达里尔快速地清理着铁门上的藤蔓，可这些藤蔓生长了多年，一时半会儿根本就清理不掉。就在这时，又有一只丧尸从楼上坠落，喷洒的血液将地面腐蚀得直冒白烟。伊莎惊恐地望着这一幕，这一刻她仿佛又回到了13年前，看着丧尸挣扎着朝自己走来，吓得她不断朝着后面退去，可后面同样也有一只丧尸。就在这危机时刻，达里尔抄起一根钢管就贯穿了丧尸的身体，然后拖拽着将其抵在了藤蔓上。变异丧尸的血液都有腐蚀性，刚好可以烧断藤蔓。眼看清理的差不多后，达里尔一脚踹在了铁门上，终于是打开了一道缝隙，接着便干净利落地将丧尸解决掉。这次回家，伊莎拿到了不少的硬通货，应该能从交易所中换到一个不错的情报。二人在约定地点等待着法卢，打算让对方带他们去往交易所。不多时，法卢便带着劳伦特他们赶了过来。伊莎快步上前抱住了外甥，经历了刚刚女孩的事情，这让他很是担心劳伦特的安危。接着他从兜里掏出了妹妹的照片递了过去。劳伦特很是高兴，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妈妈的样子。激动的他跑到达里尔身边，分享着自己的喜悦。虽然达里尔已经看过了照片，但为了不扫孩子的心，他还是夸赞着他的妈妈很漂亮。半小时后，法卢带着他们来到了一条隧道，这里属于一个中立势力，首领在这里建立了地下交易所。如果没有熟人保举的话，一般人是根本没办法进去的。法卢是巴黎据点的负责人，以前也来过几次。只见他熟练地掏出一包物资丢在了桌子上，表示自己要带几个人进去。守卫也没有为难，出声让他们把武器放在一旁的冰箱里即可。武器上交后，几人便跟着法卢走进了入口。通道里面漆黑无比，两边的墙体全是由人骨组成的，看上去颇为诡异和压抑。走在里面，让人感觉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息。法卢表示，曾经法国爆发过一次瘟疫，有600多万的平民死去。瘟疫过后，就有了这个地下人骨墓穴。不到5分钟，他们便来到了通道的尽头。法卢打开了一扇铁门，隐约能听到一些音乐声从里面传出。等他们进到里面后，除了法卢，其他几个人都看傻眼了。达里尔更是满脸的钦佩，法国不愧是浪漫之都，都世界末日了还能天天灯红酒绿的。和这帮人一比，他们美国人过的那是啥日子？看着周围的一切，伊莎和达里尔都有一种仿佛又回到了末世前的感觉。这时法卢让他们先四处逛逛，他去联系能交换情报的人。C'est quoi cet endroit? Ça s'appelle une boîte de nuit. Il y en avait beaucoup avant. Les garçons, les filles, les autres aussi. Monsieur, je vous prie. 我乐个豆，这小姐姐得抽多少华子才能有这么雄厚的嗓音？ Plus attendre. Accueillons sur la scène du demi-monde, Mademoiselle Anna Valérie. 随着美妙动人的歌声响起，不少人都跟着节奏扭动了起来。从没见过这种场景的劳伦特直接就陷进去了，反观达里尔倒有些不自在，他一个糙汉子享受不了这种纸醉金迷。就在人们觥筹交错的时候，法卢带着达里尔见到了交易人。对方在得知了努哥想要一艘船回美国后，当即拍着胸脯表示这是小意思，但他需要足够的物资来交易。听到这的伊莎直接将背包拿了下来，然后露出了里面的硬通货。当男人看到这些东西后，瞬间乐开了花，两眼冒光的就想着伸手去拿。谨慎的达里尔赶忙拦了下来。从刚才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在他们的四周一直有几个人在盯着他们，明显是不怀好意。意识到这一情况后，达里尔便带着伊莎想要离开，可不料对方见状也不打算装了，直接表示不留下东西谁都别想离开。达里尔自然不吃这套，
一拳放倒男人后，便拉着伊莎准备离开。可就在这时，一个靓仔朝他们走了过来。当伊莎看清来人样貌后，顿时瞪大了双眼。Sorry, Mr. Queen. You know the rules, Bernard. Let me stick. There's no weapons allowed in here. Boys will be boys. 看到这一幕，他们也反应了过来，眼前的男人就是这里的幕后老板，也是伊莎曾经抛弃的男友奎因。Hi, Izzy. It's been a minute. Strange to see you again after all these years. My life takes turns. Is this your friend? We travel together. Okay. What are you after? We're way back to America. It's a long way? Yeah. It's not impossible. I've heard things. 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舞台中央的女人唱完了歌，下来后的她来到了柜台边，想喝点酒润润嗓子。同时，她也看到了正在交谈的三人。You sing very well. Oh. Thank you. Are those your parents? No. 劳伦特自从拿到母亲的照片后就非常开心，那是妈妈在埃菲尔铁塔旁照的。他之所以过来搭讪，是因为他注意到女人脖子上戴着一个埃菲尔铁塔的项链，而女人也很大方。得知了小家伙很喜欢这条项链后，直接就摘了下来送给了他，让他留着做个纪念。Thanks. Welcome. The lady gave me her necklace. What lady? The singer. Hello, lad. Is it yours? It's Law. It's Lily's boy. 当得知劳伦特是莉莉的儿子后，奎因的眼中闪过了一抹不易察觉的亮光。就当他想跟劳伦特聊几句的时候，希尔维找了过来，埋怨劳伦特不该乱跑。伊莎见状，便让希尔维先把劳伦特带回去，自己则和达里尔留下来，看看奎因是否真的可以帮上忙。就在他目送二人时，奎因来到了柜台，向服务员点了3杯酒，让他们送到办公室。那个歌手则顺势贴了上来，看样子俩人应该有一腿。不过由于伊莎的出现，此刻的奎因哪还有心思跟他调情？ Who are your friends? Business. 不多时，他便带着伊莎二人来到了办公室，准备谈谈交易的事情。 So how have you been, Izzy? I became a nun. You serious? And Lily? She a nun too? No, Lily died. Having the baby. You still should have told me. Sister died. And? I had a son.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don't care the circumstance. A boy should know his dad, shouldn't he? 伊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妹妹当初怀的竟是男友的孩子，而为了生下这个孩子，妹妹更是付出了生命。 And I saved you. Who was it found you bleeding in the bathtub? Picked you up, carried you to the hospital, nursed you back to health. That was me.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is. I'm here Isabel. to help my friend get home. You want to help him? Well, now you know the terms. 奎因的意思很明显了，就是他可以把达里尔送回美国，但条件就是伊莎要回到他的身边，并且劳伦特也要交给他。达里尔听不下去了，这个渣男怎么有脸说出这话来？他宁愿不要奎因的帮助。在出来的路上，伊莎生气地对达里尔说道：“我刚刚是有机会帮你找到船的，为什么要离开？”可达里尔知道，伊莎真正生气的原因是想逃避曾经那段不堪的过往，而且他也做不到让伊莎牺牲自己来帮助他。可伊莎却表示他在尽可能地履行自己的诺言，他答应过达里尔会帮助他找到回家的方法，只是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I asked for your help because I needed it. I don't need a hero. I never did. 就在他们刚离开不久后，交易所又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人，而为首的男人正是科登。他现在得到了热内夫人的支持，也算是个小头目了。奎因作为此地的老板，也是赢了上去。 Madame Genet and I have an arrangement. My place is off limits. We won't be long. We're looking for an American. My understanding has been here.
His name is Daryl Dixon. 而另一边，达里尔回到营地后，便准备收拾东西，打算离开。他不想让伊莎牺牲自己，心里盘算着打算独自去寻找船只。伊莎意识到刚刚自己说的话有些重了，所以专门过来道歉挽留。达里尔没有生气，护送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的他只想早点找个船回美国。伊莎见状，便让他和劳伦特告个别。他知道孩子特别喜欢达里尔，听伊莎提到了劳伦特，这让达里尔顿时来气了。因为伊莎向他隐瞒了劳伦特的出生，也没有告诉孩子真相。伊莎则告诉他自己也有苦衷，他认为不把真相告诉给劳伦特，是为了让他能够顺利的成为这个世界的救世主。可达里尔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劳伦特有资格知道自己的一切，即便是在美好的谎言，也终有戳破的一天。到那时，事情只会变得更加的糟糕。况且他只是个普通小孩，不要将拯救世界的责任强加在他的身上。这下糟糕了！伊莎刚想解释，就看到一群手持武器的士兵闯了进来，是科登带人追到了这里。奎因那家伙果然把他们给卖了。科登一见到达里尔就带人冲了上去，今天他可是做了万全的准备，而达里尔则朝着外面跑去。一是此地空间狭窄，他不好施展身手；二也是不想伤及无辜。可当他一路来到房顶后，却发现下面的巷子里竟站满了丧尸，没办法，他只能后退了几步，然后一个加速就跳了过去。这边刚落地，科登便带人追了上来，朝着达里尔的身影就扣动了扳机，子弹没有打中，还失去了对方的身影。好不容易有了报仇的机会，科登当然不可能放弃，赶忙指挥手下分头包抄，而他则以同样的方式跳到了对面。就在达里尔即将喘不上气来的时候，他看到了一旁的酒瓶，打起来就照着科登脑袋来了一下。科登以为还能像上次一样压制达里尔，却不曾想弩哥手臂上的伤已经痊愈，没两下便锁住了他的脖子，要不了多久就能将这混蛋勒死。可就在这时，一阵枪声传来，是科登的手下赶到了。没办法，达里尔只能放手，然后朝着远处逃离。10分钟后，达里尔终于摆脱掉了追兵。就在他准备离开这里去和伊莎等人会合的时候，